猫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之一。经过了数千年和人类的演化，猫逐渐走入人的生活之中。上次我们谈到猫跟狗的演化，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点一下右上方的连结前往观看。随着人类的迁移，猫逐渐走入了人类的世界，并前往了全世界的各地。在世界各地，因为饲养者的不同，喜好的品种不同，在人类的手上也产生很多不同的变化和演化。猫也出现很多种的品种，不过有人养，当然也有人放养，或者是不小心跑出来的猫只。在这个状况下，在全世界，猫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在人工饲养的环境状况下，猫养尊处优，不会造成生态上的问题，因为和自然界是相隔离着。而且人类因为迷恋这种生物，人和猫通常的互动非常的良好。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猫的产品，例如饲料、猫砂、玩具等等，琳琅满目的产品满地都是。这个就可以知道大家对这个品种的动物的喜好。但在野外的猫，为了求生存之下，可别忘了，猫原本就是天生的杀手。在自然界中，猫科的动物都是擅长猎杀的高手，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老虎、狮子、豹，在台湾的石虎都是标准的猫科动物。在猎杀的时候，走路几乎没有声音，所以在猎杀的成功率非常的高。何况是在肚子饿的状况下，猫基于生物的本能，会猎杀更多的生物。有些人在养猫，采用的是半放养的方式去饲养，也就是这样，人类饲养的猫常在野外晃来晃去，走来走去。这样的状况对生态会不会造成影响呢？我们今天来聊聊猫为什么会被波兰列为外来入侵种。在最近的新闻中，猫在波兰的一间国立学术机构将家猫列为外来入侵种之一。不过是在台湾2022年3月14号的时候，在中央研究院所建制的一个网站台湾物种名录中，犬和猫原本设定是外来种，但是正式被更新为外来入侵种。大家会觉得这两个名词有什么差别呢？外来种和外来入侵种，其实这两个名词是有一些差异性的。外来种在美国1999年的时候，他们把外来种的定义为原产在其他地方的动植物，只要不是在本地的动植物，都可以称为外来种。例如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外来种，像是你所吃的稻米、所吃的小麦，或者养殖的鱼类、草鱼、鲫鱼、大头鲢，其实都是外来种之一。就连人喜欢的花草树木，吃的芒果、芭乐、兰花等品种，大部分也都是外来的品种。而外来入侵种呢，依照 IUCN 的定义为以于自然或半自然的生态环境中建立稳定的族群，并可能威胁到原生生物种的多样性，我们就称为外来入侵种。也就是外来种已经造成了生态上的影响，这种物种我们把它称为外来入侵种。其实在自然界，不是每一种的外来种都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建立族群的。依照生态学家的调查，被引进的外来种大概有 10% 左右可以在野外的生态系所做繁殖，并且可以在自然繁殖中的外来种之中，只有 10% 可以造成生物性的灾难。所以从外来种一直到外来入侵种的机会，至少是1%以下的程度。例如我们常听到的小花曼泽兰、福寿螺、牛蛙、美国鳌虾，或者是无锅鱼等的品种，这些品种入侵到台湾之后，和生态产生了影响，造成了生态的失衡或破坏，我们才称为这种物种为外来入侵种。而猫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为什么被列为外来入侵种呢？例如波兰、纽西兰都将猫列为外来入侵种之一。其实全世界的猫只的数量非常的多，有人估计
家猫的数量至少超过6亿只以上。在美国，每天所出生的猫比野外整体的幼狮的数量还要多。从1986年到2006年之间，美国的猫只的数量增加了50%以上。依照目前的估计，美国的家猫的数量的总数应该超过1亿只左右。在台湾，最早的猫到底是什么时候就有的呢？家猫在台湾的时间推测是在16世纪的时候，随着中国、日本或者是荷兰来到了台湾这个土地上。在台湾目前已经是2022年了，大概有多少只猫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呢？依照台湾的调查，2021年的家猫的数量的推估，大概是在64万只到88万只之间。不过随着现在的生活，无论是不想养了，或者是放生、半放养式的饲养法，猫这种动物对野外的生物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举个例子，南半球的杀手。在南半球，猫可以说是重要的杀手之一。在南半球的大陆上，原本是没有猫的，直到了17、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的移民，才把猫带入了澳洲。随着猫不小心的跑出，或是人为故意的放养，猫在澳洲造成很大量的生态威胁。目前在澳洲大约99%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猫的踪迹。根据调查，平均每1平方公里大概有100多只左右的猫只，所以数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多。而猫的杀伤力有多大呢？在科学家的研究之下，每年的澳洲野猫可以杀死8亿1500万只左右的野生动物，其中包含很多的本土种，例如中澳粗尾鼠、东带鼬等的生物。其实猫有时候为了猎杀，也不一定只是为了吃，也有可能只是为了娱乐。所以科学家预估，除了野猫之外，流浪的猫只每年也可以猎杀1亿4900万只左右的生物，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除了澳洲之外，其实之前有一个报道，纽西兰有一个小村建议全面禁止养猫。纽西兰的南岛有一个村落，之前有新闻指出，当地的政府想要提出全面禁止养猫的做法。不过当然也有反对的意见出现，有人提出，如果禁止了养猫之后，会不会造成鼠类的大量增加呢？因为在纽西兰有很多小型的物种都是因为老鼠跟猫而大量的灭绝而减少。例如很有名的一种鸟类奇异鸟 Kiwi， 这种鸟类是纽西兰特有的品种的鸟类。因为纽西兰没有陆生动物的威胁，这种鸟类不需要逃避蛇等哺乳类的生物，所以演化出不会飞的特性。这种鸟类简单来讲就是用走的一种鸟类。随着人类引进了外来种之后，例如老鼠、猫、狗、牛、羊之后，改变了这种鸟类的生态。所以为了保育，许多生态学家打算禁止猫的饲养。不过因为反对的声浪也十分的巨大，到底会不会成呢？其实还是未知数。之前美国也做过相关的研究调查，在美国的调查，流浪猫只跟家猫在美国至少每天会杀死360万只以上的鸟类，一年大概会杀死13亿只以上的鸟类。在美国全陆的鸟类预估的数量大概在100到200亿只左右，13亿只占了十分大的数量。而且这些数量还不包括其他的小型的动物，已经是一个天文的数字的数量了。在2011年的某一项研究，猫对于现在已灭绝的22种鸟类有直接的贡献，所以猫为什么被列入外来入侵种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如何减少猫对生态上的影响呢？简单来讲，让家猫不要外出，不要用半放养式的养法。当然有研究指出，如果将猫戴上彩色的项圈，可以减少鸟类被捕捉的现象，也许可以减少对生态的影响，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式之一。所以经过以上的介绍，大家对于猫这个物种为什么会被列入外来入侵种有更加的了解吗？感谢你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会把相关的文章贴在内容的选项的地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